还没有消息。回帝尊，下界都已经搜遍了，夜兰山人去屋空。我们在北海一带找到了玉云州，但将北海彻查，还是没有他们的下落。玉云州停在北海，只不过是声东击西的小伎俩。陶子期呢？还没有消息。还没有消息，那就是被困住了。把太优找过来。是。为何一直不告诉我，应渊就是少主，还要杀他？别忘了，你曾发誓永远效忠尊主，复必修罗全族。我是在帮他，他沉迷于情爱，怎当大人？必须经过磨砺，方能接过父族大业。那怨刃之刑差点要了他的命，你怕是根本不想富足，只是想利用我们实现你的野心。你的真身在何处？你当真生了反心？枉我这么多年来一直信你，听你使唤。就算你修得乾坤引又如何？应渊身怀尊主血脉，你敌不过他的。参见星君，这些都是我们叶望川星主精心挑选，送入神官林的祭品。吓到星君了，请星君降罪。不是你们叶望川怎么回事？连鱼都造。回星君，这是我们叶望川极名贵极珍惜的3尺礼。行了，你们走吧。放行。我没事。一藏，多谢你了。天兵排查如此严格，若不是你帮忙，恐怕这神官林我们也进不来。咱们做了800年的朋友，你开口，我自然义不容辞。况且，从前冥王暴虐成性，多亏了银元帝君出手制裁，我们叶望川众生一直记挂这份恩情。众善缘结善果，过往种种，不必再提。3位去探查吧，我守在入口处，定掩护各位安然下界。多谢。是不是他？一会儿便知道了。是新月形状。芷溪曾经告诉过我，在创世之战当中，
帝尊为了拯救上古彝族血鹰，曾用神器新月刃剜下了自己的血肉喂鹰，血鹰一族才得以保存。可他身上的伤口却永远无法愈合，形状宛如新月。这是帝尊割肉喂鹰留下的疤痕。这具仙身是他。天帝的仙身被人施了傀儡术，假作还清藏在此处。如此看来，真正的天帝恐怕早就已经……那么现在的天帝就是还清本人了。究竟是何人，能如此瞒天过海？修复结界那日，帝尊曾抽出一缕元神阻止我入魔。如今仙身还在，元神尚存，我一定可以将帝尊复活。若帝尊能够被救回来，那还清的罪便可以招人若揭了。帝尊，帝尊，影月，吾守护了一生的秘密，你终究还是知道了。是还亲吗？原来是我错信了他。从一开始，这一切都是我知道的太迟了。奸人狡诈，这不能怪你。你是一个称职的帝君，如果你母亲在世，会很欣慰的。我母亲？不错。这九重天上，为何只有你一个人可以修补上世元尊留下来的天魔结界？因为上世元尊冉青，就是你的生母。刃魂剑来！你母亲自爆元神的时候，震碎了玄烨的转息轮，转息轮的碎片就藏于刃魂剑中，其中保留了一丝残意。你母亲与玄烨的恩怨过往，便在其中。修罗族屠戮他族不义不公，若尔等再不停手，便是与我神族为战。没事吧？
多谢相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会自己在这里？我出生后便阖家丧命，四处流亡。我没有名字。冉青，修罗族挑起战火，那是迟早之事。此子身份不明，怎可长留于九重天？他生于祸乱，家人聚散，身份自然无人可证。我已探过他的妖缘，只是个灵力微末的妖族。若把他放回蛮夷，怕是必死无疑。修罗族士兵所到之处，从无活口。他如果真的灵力微末的话，怎么可能活着等你去救他？我赴战场便是为了救人，若因怀疑、怯懦，罔顾一人性命，谈何慈悲？冉青，好吧，我知道你宅心仁厚。这样吧，我传他些许神力，让他足以对抗普通的修罗族士兵，这样总行了吧？让他下界吧。能留存性命已是万幸，我不会得寸进尺贪图神力。冉青上神本是好意，我不应该让你为难。对了，这是给二位上神刚刚泡好的茶点，请二位慢用。上神，帝尊，小心啊，没伤到吧？没事，是我自己没有端好。帝尊，是我鲁莽了。这段时间，多谢上神相救，我愿即刻动身下界。冉青，你如愿了，别人逼我，你也入室。我刚才根本就没有碰到他，他在做戏。他伤势未愈，我送他下界。那我与你同去。不必了，仙神两界还需要你诸多照料。普天之下，尚无人能伤我分毫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是上神，我是妖族，我们终有一别，你不用太在意。修罗族野心勃勃，几次三番前来挑衅，所以那些仙神才疑心甚重。你别太放在心上了。你身怀天下安危，当以大局为重。只不过我常见你，彻夜讨论兵事，我本想着，或许能帮你些什么，只是没有这个缘分了。若是我能在战争中活下来，你来妖界寻我做客，为我取名可好？
好，一言为定。是神族人，杀了他们，可悉得万千灵力。我修罗大军驻扎于此，今日你们必死无疑。上！怎么样？为什么要替我挡那一掌？你明明知道，以我的神力，他们伤不到我。即便如此，我仍然担心他们会伤了你。你救过我一次，我应当还你一次。他们大军应该就在附近，你快走，不用怪我。我带你去疗伤。多谢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七曜神域先力所附，一定会无恙。在此好好休养一番吧。这里是我的清修之地，每逢花期，百花盛放，甚是美丽。只可惜我多年忙于政事，从未好好看过花。让我试试，或许能让花期走至。啊，我是树木所化，能逆转花木的生长周期。百花齐放，春意盎然，果然是不错。花开之美，在于等待的诚心。正如不经冬寒，难知春暖。景色虽美，只可惜我还有事要忙，要先走了。你常说你忙于政事，久未看花，倒不如在这里欣赏片刻。待过暮寒，便知春盛。就叫你慕寒，可好？暮寒舞红炉，春盛染青梅。
甚好。甜吗？哎，你看。我在这里住了多日，不敢再过叨扰了。这段时间过得可还开心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要走吗？往日皆是，不可沉溺。我们也应该告别了。若我偏要沉溺呢？流星虽美，却转瞬即逝。不知今日美满，是否也会如此？哈，对了，你可有镜子？世事易变，正如星起星落，月圆月缺。
若有一日你后悔遗憾，至少可以看看这镜中之景，一如往昔，我们永不离散。不管尘世如何改变，你永远是我的父。永远都是。神域为何？有夜宫，果然是你，玄烨。然清，我还是喜欢你叫我慕寒。你察觉端倪，想来是用了假神玉。那你可否受伤了？需要用它？休在惺惺作态。往日种种，皆是算计。你接近我，就是为了偷盗神玉，屠戮弱小，实现你们修罗族一统天下的野心。我族命途短顺，即便神力盖世，仍难降服各族，所以我才借神玉一用。但我心悦你，绝无半点的虚言。天下爱人，我都不会放手。可笑！我错信过你一次，绝不会有第二次。是我不辨忠奸，养虎为患。今日我必当亲手铲除货币，以赎己罪。没用的冉青，如今我已拥有了七曜神域，永夜宫已经登峰造极，转息轮更可以逆转时间。无论今日之战是何结果，你都杀不了我的。莫再执念了，小心伤了你。敌族之妻，亲夫之叛，我伤的还不够吗？既然如今真相已经戳破，你又何必再虚情假意？等我成为天下尊主，人愿与你静待花开，你便知道我的心意不假。等我。
冉青，你怎么来了？神域已碎，你收手吧。收手。我早就学了千秋万代之手，你毁了鱼又如何？你不能死，我要让你亲眼看到我统一万族，开创6界。杀了我，得了你的天下，你就得偿所愿了吗？你说过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分离。如今，你终究是失约了。如果能回到当初，我还是想遇见你，只是我不希望一切如这般发生。可是都没有机会了。我爱过你，不会后悔的。我不会失约的，冉青。等我可以改写我们的结局。你为什么不躲？为何这般看着我？我们认识吗？我一直仰慕冉青上神的威名，今日一见，不觉看呆了。我知道冉青上神一定会来救我的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在这儿？慕寒舞红炉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在这儿？慕寒舞红炉，春盛染青梅。我叫慕寒。你不记得我吗？冉青，原来慕寒便是玄烨，你接近我，只是为了得到七曜神玉。
为什么？任清！仙神皆允，我已统一6界，爱情与天下，我都不可能会放手的。任清，你杀不了我的，别再执着了，做我的帝后吧。执子之手，方知岁月不暮。我不会再错了。那就让我们一同沉溺。星河灿烂，岁月流转，朝朝暮暮，永无尽期。转系千变，厌恶天下与你双全之法。这一次，我定要与你白头到老。好美的云霞呀！雪夜说我日日忙于公务，错过许多天光。我卷一片云霞带回去与他共赏。尊主，南方战场传回捷报。不要松懈，乘胜追击，务必在上世元尊出无双境前，统一6界。统一6界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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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铸下大错，竟相信玄烨为我隐归的许诺，被困无双境所造的幻境数月，暂时拖延不得，这个孩子便交给你了。好。
轻生孽障，我本应以命相赎，谁知腹中已经有了他。稚子无辜，你给他一个新的身份吧，切不可让人知道他的身世。我已在他身上下了咒，只要魔纹不显，修罗族人不会察觉他的存在，分辨不出他的样貌。乾坤印于永夜宫，他已练得炉火纯青，再加上七曜神域和无双镜，玄烨现在的神力深不可测，你一个人应付得了吗？放心，我亦与从前不同。万一我回不来，仙神两族就交给你了。切记，从今往后，天条重立守戒，九重天各仙神不得生情，违者刑罚加深，认错方休。放心吧，这个孩子，这条天规，我必为你守护。染月宫是我新创的仙术，可无论我出何招式，你都能应对自如，仿佛早已见过。玄烨，你是不是对我用了转息轮？既然被你猜出，那我也就不隐藏了。冉青，若你我之间只能活一人，那结局永远无法改变。别再执着了，放手吧。过来。你为了一次次杀我，竟不惜耗费寿数，逆转时间。我每次都是为了救你，而你每一次都是为了天下选择牺牲。这一次，我要将你困在无双镜里，永远不会让你死在我的面前。我是上使元尊，使命便是守护天下苍生。无论你如何阻止，都改变不了。玄烨，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可为何你不放弃自己的野心？你别跟我说这些！一次次的时光逆转，逼我认清了宿命二字。你不过也放不下你的使命，我也放不下我的野心。冉青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可以一起攻下这个天下。哪怕只要你愿意一次，结局就可以改写。世事易变，人心难改。你我皆把天下看得比情爱更重。承认吧，玄烨，你我生来就是仇敌，不死不休。冉青，这一次我又输了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哪怕万死，我也可以回到最初。总有一次，我能骗你一辈子，和你白头到老，共享天下。你变强了，你为何能抵挡住永夜之功？因为我已经拥有了你的修罗血脉。应渊，记住这个名字。
冉青，你怎么还是这么倔强？陨灭之后，无视了法咒在刃魂剑上，不让他说出你的身世，并且将其封印在地崖之中。往日皆是，不可沉溺。没想到一语成谶，竟成了他们二人的宿命。这只是玄烨一个人的宿命罢了。执迷不悟，从始至终，都只是他一个人。先生不可有情的天规，竟然是母亲定的。原来帝尊一直教导我，恪守此规，绝不容犯。谢谢帝尊告知我生从何来，母亲守护的三界，我定能替她守住。我要将你复活，揭开还亲的阴谋。不可，还亲无法摧毁吾的仙身。只因吾的元神留了一丝在你体内，还亲无法真正的杀死吾，所以只能用傀儡术扮作吾。应渊，你继承了玄烨毁天灭地的修罗血脉，如果一旦失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只有吾的元神可以将其压制。还亲可以走到今日，不是一个人，他背后的势力不容小觑。能够还三界平安的，唯有你。应渊，吾不惧死，但创世之战的炼狱之景，绝不能再现。我怎能将我之生立于帝尊的性命之上？应渊帝君生，三界方不会覆灭。应渊，不要忘了你母亲的遗愿，为吾，为你的母亲。守护三界万灵。应渊，记住了。帝尊对于应渊来说，情谊深厚，如同父子。他如今知道了，他最亲之人是被多年好友所杀，定是痛彻心扉。哪怕是上神、帝君，也躲不过造化弄人。你是何人？修罗族大祭司灵江，参见少主。属下来迟，望少主恕罪。属下受还亲蒙蔽多年，一直不知道少主您的真实身份。可恨那还亲，身为修罗族人，竟会设计伤害尊主的儿子。什么？还亲竟是修罗族人？可书上说，修罗族只有内丹，并没有仙根。那还亲是如何修得仙灵、仙阶加身的呢？创世之战前，我们已经相识100年，从未发现他有任何异样。还亲是尊主最为得意，也是最隐秘的一枚棋子。参见尊主。种植仙根，需将你体内的修罗内丹击碎，还需将你全身的血液抽净，替神族之血
若不能成功的话，那便是死。要是能成功的修出仙灵，那么你也就是废人一个。桓钦自请前往九重天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为五祖大业，百死不悔。很好。桓钦竟然如此隐忍，怪不得能在天界潜伏万年。我和他并肩多年，他从我而亲，竟然没有想到，他这场戏瞒过了所有人。所以你们尊主离世之后，修罗族一直是你们在掌管。是。当年我族败退，属下心有不甘，安顿好剩余的族人后，便去找桓钦，共图复族大业。当时桓钦还未被封为星君，他一再退缩，不敢担此重任，他将我藏了起来，说是容他考虑几日。过了几天，他拿回了一块百炼钢，说是此物让他下定了决心。百炼钢，原来他始终耿耿于怀。落叶之泽，沾衣是苦。桓钦，任你如何气势如虹，五祖依然是最后的赢家。我带你回去。你昏迷以后，应元君去了修罗族的血洞祭坛，九死一生取回了他们的至宝生骨石。这生骨石修复躯体需注入大量修为，可惜我根基太浅，想帮也帮不上忙。最后是应元君耗费了自己大半的修为，这才帮你把手接好。应元，谢谢你。我还以为我要做一辈子残废了。你我并肩作战多年，你已经是我唯一的朋友。何况你为破敌断手，就算没有私情，我也会这么做。你这一掌断得不亏，自和修罗族开战以来，能成功斩杀修罗族大长老的，你可是第一人。听说帝尊近日就要册封第4位帝君，要带着4大帝君一起攻入修罗王城做最后的决战。这个位置肯定是你的，你就要名留仙史了。桓钦接旨。号称天极，奏禀八方，先君桓钦统领天兵千载，有万夫莫挡之勇，立下不世战功，振兴甚慰，6界幸甚。即日起，禁卫，赐封冀都星君，掌部兴亭，司州天星宿。谢帝尊，桓钦定当尽心尽职，不负帝尊厚望。帝尊挂念星君，还特赐了一样宝物。百炼钢，
此物至坚至柔，炼成法器，可得万种变化。帝尊将它赐予你，可见对你的爱重。承蒙帝尊厚爱，还卿喜不自胜。一个人喝闷酒呢？白白浪费你的仙力替我续手，恐怕帝尊以后再也不会让我领兵了。哎，听闻你刚封了帝君，恭喜啊！帝君啊，可否陪小仙喝一个？你体内怎会有修罗之气？难道你在血洞祭坛里被修罗鬼面蛛咬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寻常人如此早已暴毙，为何你的血液中仿佛在压制着他？难道你是修罗族后人？还卿，其实我的母亲是一名曾被修罗族蛊惑的无辜小仙。你为我以身犯险，才导致身份暴露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将此事说出去的。不过你在进位帝君之时，要与天地立命，届时你的血缘一定会被发现。帝尊治世严苛，一定会杀了你的。渊渊，你还是快走吧，我护送你离开天界。还卿，帝尊知道我的身份。他知道你是修罗族人，怎会容你至今？还封你做帝君啊！帝尊说，有此血脉，更当竭尽全力为天界尽忠。玄烨死后，他便与修罗族断了联系。还清这个暗器没了主子，变成了废子。他或许曾经想过就此做神仙，这才拼了命的为天界出征。奈何帝尊青睐的人并不是他，他有一腔做帝君的心，怎能耐得住不兴挂月的寂寞？当年他知我血脉，仍当我是朋友，我一直心存感激，视他为知己。现在想想，他出身于修罗，心中滋味定是复杂难言，这一切也便化成了恨意。少主，还卿此人不足为惧。既然我已经找到了您，那么沉睡万年的修罗族随即便将苏醒。你打算如何做？只要您将压制血脉的天地元神抽出，释放您体内的修罗神力，当年死于创世之战的族人们便有复活之日。你都已经知道了？是。仙魔大战，还卿吞噬了天地仙灵，却始终无法将其彻底杀死。当我得知您是尊主之子，我终于明白，这么多年来您一直无所作为，竟是被天地所压制住了。属下等这一日等了许久，想不到尊主竟有血脉存留，当真是天命所归。少主，您放心，修罗族全体族人定会像供奉玄烨尊主一样供奉您，不日，您便会修得无上神功，为修罗族重振荣光。少主，您这是干什么？
你记着，我永远不会是你的少主。我是青离帝君应渊。傀儡术是魔族秘术，外界知道的人很少。我们要想揭穿伪帝的话，必须先找到柳微阳、陶泽七说，他们被分别关押在某处，但是现在根本没有线索。愿意放弃仙籍跟邪神在一起的人是他，对天庭御赐的紫焰簪十分珍视，日日痴望的人也是他，眼中相思无物。可我总觉得这里面透着一丝的古怪。是时候该弄清楚他真正的身份了。我有一个办法。龙尊，龙尊，怎么了？我听说于墨哥哥他们回来了，可是出什么事了？龙尊，您不能为了于墨殿下罔顾南海子民的性命啊！您用结界封闭了所有通道，令南海无法向外界传信，但很多水族的亲人在天庭服侍，如果久收不到家书，南海的异常一定会被天庭察觉的。你说的不无道理，但是于墨哥哥无处可去，我不能赶走他们。这样，你悄悄去告诉那些有亲人在天庭的水族，每日辰时，让他们把家书放到天河。届时，我会开启天河的结界，让他们的家书顺着天河送到天庭，消解天界的怀疑。切记，此事一定要做得隐秘，要找信得过的人。是。去吧。于墨哥哥让我试探你，没想到你这么急不可耐。你真的和天帝在勾结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这信你送不出去。我是心急想救玄香，所以传信给昔日天庭的姐妹，想让他们帮忙。你认为我们会信吗？纵然你有千般苦衷，或是受制于人无法开口，若你真的爱柳微阳，他如今生死未卜，唯一能救他的就是我们，你为何还要将我们置于死地呢？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害你们。进入南海以来，你们商议任何事情都逼着我。我明白，亦没有资格要求什么，但我担心玄香的心情，不比你们任何人少一分。无论你现在怎样辩解，我都不会再信你了。抱歉了，陶姐姐，现在必须要将你先关起来了。龙尊招揽，整个南海已被我天兵围得水泄不通。为了四海水族免遭战火，请速速交出天庭叛党。龙尊，天兵来了，他们围住了龙宫，说要搜查天庭叛党。可以啊，书信已毁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真的不是我。你别再装了，你真正向外传递消息的方式，并非是那封信，对吧？我们给了你可乘之机，并不是因为你表演的无懈可击，而是因为哪怕我们怀疑你，我们也不愿意伤害曾经的朋友。他不会轻易承认的。我们得立刻离开南海。天兵突然发难，定是得到了我们的准确信息，不找到我们，便不会罢休。断不可祸及南海。赵兰，你是龙尊，如果发现我们在这儿，
当以四海为重，知道吗？明白。云墨哥哥，南海有一密道可通往外界，不过带上他吧，无论他是不是伪帝的人，如果丢下他，我们就彻底失去线索了。你们先走。走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这条路九曲回肠。陶子期，为何总是有追兵跟着我们？若非昭兰提前告知的话，我们都会迷路。这也太不合常理了。陶姐姐，你刚才为何要替我挡这一剑？本能而已。谢谢。不过，我怀疑你这个伤口有蹊跷。原来如此，他中的剑带有追息香，会暴露行踪。陶子期，你曾经亲历仙魔大战，不可能不知道此物吧？你们怀疑是我故意引来追兵吗？倘若中间的是颜淡，一样也会染上此毒，我何必多此一举呢？倘若你们不信我，把我扔给天兵便是，我宁愿一死，以证清白。想得美，放你回去，岂不是放虎归山？你现在是一条线，线的那头连着天兵，只有杀了你，断了线，我们才能走得出去。不可，他线的另一端是柳维阳，若是把他杀掉，无法向柳维阳交代。况且昔日仙魔大战还有很多细节没有调查清楚，他是当年的亲历者，他不能死。现如今，我们还是赶紧找到出口，先出去吧。这鼎炼了万年仙丹，克制一切水火，能破上神仙防，不好对付。这伪帝还真瞧得起我们，居然为我们定制了法器。再这样下去，周身一旦损毁，将会四分五裂。颜淡，这次换我来保护你们！走！快回来！我们必须掉头回去，来不及了。天兵抓走了颜淡，会立刻回去复命。
我早就看你有问题，我就应该杀了你。若不是你引来追兵，严旦也不可能被抓走。如果能由我自己换回的，我一定头也不回地跳下去。云墨，你现在杀了他也于事无补。越是这个时候，你越要冷静。一旦冲动的话，严旦只会更危险。醒了。早就听说严旦姑娘的棋艺冠绝3界，今日终于有机会和你对弈了。这是应渊兵书上的最后一局。你想利用我破了此局，来防范应渊的调兵布阵，对吗？听严旦姑娘的语气，似乎把吾当成了敌人。政见不同，方可成为敌人。你2次叛主谋私，背负了无数血债。你是3界共仇的罪人，修罗族还清。不错，我还清是3界的罪人。那应渊呢？他可是3界的功臣，他2次背叛你，叫你生不如死的时候，置你于不顾。那他这个功臣和我这个罪人，孰优孰劣？我与他之间的事情我都清楚，他从来没有负过我。今日我在这里，也是自己的选择。倒是你，除了对得起自己，还对得起谁呢？你究竟使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威胁陶子期，宁愿放弃自己的性命也要帮助你的？吾从来没有威胁过陶子期。好了，不做口舌之争了，猜一猜，这个棋局孰胜孰败？这样吧，3界为盘，你命为棋，说不定这次应渊他会心甘情愿地败。真有意思，我帮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吧。你个孱弱的莲花精，还妄图杀吾，真是自取其辱。可就算像我这样的莲花精，我也看不起你。我至亲皆是你所杀，此仇不共戴天。你的至亲是吾杀的吗？九旗灭族是那个天帝亲自下发的命令，北冥仙君到战场也是那个天帝调派的。只惜，若不是他要相助应渊，我又何必杀他？你只不过是在为你的利益狡辩而已。吾的利益创造了3界的福祉。你终于承认了吧？你所做的这一切，并非是为了修罗族，也并非是心怀大义，你只是为了你的野心，还有你的地位。那应渊口中的大义呢？不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？是，吾是修罗族人，可你千万别忘了，应渊是修罗族少主啊。他和你不一样，他虽然有着玄烨的血脉，可他从未行过一件不义之事。幼稚！严旦，你只是个小小的莲花精，天下大义与你何干？如今我便是天道，你口中所谓的大义，只是一句屁话。请吧。如果你不下或者故意下错，天雷便会劈于你身，连续3子下错，棋局自会重设，困局不解，天雷不止。以你的道行，争不过100道天雷。
桓清，你记住了，你今日的所作所为，恶有恶报，早晚会受到天谴的。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现在吾已在宫中备好了茶水，等着应渊过来欣赏他的挚爱遭受痛苦。当年他的父亲为了一个冉青，致使修罗灭族。今日，吾便以你的命，断送他的一生。快哉，快哉！追西乡一解，天兵不会再追来。我已经传信山境，派人过来将其押回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救回颜旦。桓清一定设好了局在等。我和他对弈多年，想要赢，就得先沉下心，不能先出错。你说的没错，我深知颜旦的性格，足够聪颖机灵。可是目前的当务之急，于某。山主，白灵，你怎么会伤成这样？莫非是山境有变？10万天兵围住了夜兰山，您布下的守山结界快要被攻破了。紫林山主、狐族还有狼族都在拼死抵抗，可是天兵实在是太多了。你先带陶子琪回山境，桓清这么做的目的，应该就是想控制重要，做人质。于墨，你是山主，快回去帮忙。可是我怎么能丢下颜旦不管呢？你守好山境，就是替颜旦守好家。救人的事交给我，我一定会带他回来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应渊，你和颜旦如遇任何危险，随时唤我援助。朝北的30个宫殿都巡过了，颜旦，你究竟在哪儿？邯郸真气，玉清宫。颜旦，只是移形换影之术，可这邯郸真气为何在此？你果然来了。应元君，这四叶邯郸仙力低微，无甚大用，但是真没想到，他的真身飘香10里，颇为惊喜。敌人是我，你大可以冲着我来。你我仙力相当，真是以全力相搏的话，3天3夜未必分得了胜负。但是颜旦姑娘在吾手中，这就不一样了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到底要做什么？
应渊，你一定看得到的，我知道，你一定会来救我的。严大！别喊了，听不到的。他的真身不在此处。应渊，昔日你和严旦对弈，将兵法藏在了棋谱之中。吾今日将这棋局重设一回，麻烦严旦姑娘为我重新破解。只可惜呀，他对你真是情深意重啊，这么点小忙都不肯帮。你要的绝对不是兵书。说吧，到底要怎样才能放了他？想救他吗？将你的仙灵给吾。欢庆，你不必在我面前伪装了。果然露出你的真面目了。我了解你，就算交出我的心灵，你仍不会放了他，更会肆无忌惮地屠杀三界，对不对？现如今我已吸收了3大帝君与天地的全部仙力，掌握天兵数百万。若你非要一战，3界怕是只会成废墟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3界至尊，无外乎你我2人，我们都是修罗族血脉，你为何非要和我相争呢？我从来就没有和你争过。昔日的你，我曾真心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，而如今的你，罪恶滔天。哪怕我没有帝君之名，我也会履行帝君的责任。应渊，你做了这万年的青离帝君，心中可曾有一丝快意？这天地只会给你无止境的逼迫跟压抑，而我不同，只要你交出仙灵，就此罢手。我发誓，答应你，让你和严旦做一对凡间夫妇，快乐一生。你的话我再也不可能会信了。我踏遍3界也会找到严旦。你不肯认的罪，终有一日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应渊，我知道你不会丢下他不管的，我在这等着你。应渊，若你看到我这般模样，愿你知晓我的心。那边有动静，追！九重天埋伏重兵，严旦不在这儿，得先脱身再说。近日天界意外频频，我知道大家表面不提，实际个个心头郁结。趁今日天狗10月之际，
邀诸君共赏。旁的事，我们如今也干涉不了，唯有以酒解忧吧。以酒解忧，谢月瑶仙君美意。老元帅，你又喝多了。都到现如今这种局面了，还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？天帝若要问罪的话，就让他问好了。我还想问问他呢。他说应元君串通妖界，企图谋逆，陶子期为人证，可人证可以作假呀。而应元君的鲛珠泪和龙鳞，那是做不了假的。倘若他问心无愧的话，为何不拿着龙鳞握上一握？如此草率定罪，跟杀人灭口有何异呀？老元帅，天帝已经下发了追剿令，应渊已经不再是帝君了，是三界人人得而诛之。应元君乃是创世之战不二功臣，4大帝君之首。天帝他说杀就杀，我们呢？何时轮到我们呀？不好意思，打扰大家了。帝君，应元君，你怎么会来这儿啊？帝君，天帝掳走颜丹，我来救人。他已设下埋伏，要我用仙灵去换，污蔑我有行刺之罪。没想到，在这里撞见大家。打扰诸仙雅兴了。小的奉天帝旨意，今夜反贼闯入天界，我们循着踪迹一路追来，似是看到他落到了宫中，可否容小的例行搜查？我与众仙在此醉酒赏月，并未见任何可疑之人潜入我宫中。月影宫难得待客，诸仙酒兴正酣，岂容打扰？并非小的信不过月瑶仙君，只是例行搜查。若要见怪，日后可自向天帝分说。没教养的小兔崽子！天帝放纵你们撒野，居然撒野撒到我火德的头上了！你们也不去打听打听，当年本帅把这天界仙山打成破烂的时候，你们怕是还没出生呢。本帅现在酒兴正浓，手心正痒。你们要是胆敢踏进月影宫一步，就是要和本帅比武，和本帅作对，还不赶紧给我滚！不知老元帅在此，得罪得罪，小的先去搜寻别的仙宫，老元帅记性便好。走。月瑶仙君，放他们进来，不要拦着我。本帅教教他们刀法，打得他们满地找牙。不愧是老元帅，风采不减当年呢。那是自然的。那日你逃出天刑台，天帝深具上仙中仍存有如止息一般心存意见、临场倒戈之人，以整肃天界为由，将我们的差事解的解，削的削，因而我们才聚在此一叙愁闷。他若是拘了颜淡姑娘，为避免走漏风声，应该不会囚在天界吧？天牢靠近玄心崖，因你出事，老夫便多了几分警惕。常借比武之由，靠近此地，都没见到有新囚押入，只不过有好几批精兵悍将奉旨下界，但不知去往何处。元帅，我有一事相求，亦可证自己清白。都这种时候了，还说这种话？什么事啊？月瑶仙君，火德元帅，你们便是这般赏月的吗？聚众私藏，谋逆贼子应渊。敢问诸位仙家，
意欲何为？眼中可还有天规法条？可笑！谋逆贼子可是由一个仙士就能判得了的吗？我这……不必危言耸听，是我胁迫众仙藏身在此。有什么就冲着我来。逆贼应渊，企图颠覆天罡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杀之上1000年修为，晋升上仙。愣着做什么？上！天界兵将不下100万，创世之战、仙魔大战几次平定魔界。在场的哪位天兵没有受过应渊君的指挥，得到过应渊君的点拨？你现在要他们调转刀锋，朝向对自己恩同再造的统帅，你觉得这点名利能打动得了他们吗？你们之中，短的跟随应渊君100年，长的也有数千年了吧？你们一同见过生死，相知不可谓不深。应渊君背叛天界之说，口说无凭，你们怎能说服自己握刀？放肆！给我上！我不杀你，是不想变成和你一样的人。若你再敢在我面前伤我部下的话，我绝不会留你性命。900余年，我未到兵营，如今看到你们个个英姿飒爽，同袍同泽，本君很是欣慰。昔年帝君扶我上马，今日换我送您一场。请您应渊帝君，万望珍重，盼君早归。他就这么走了？是那些天兵天将下不去手，着实无用。说的不是这个，应渊表面冷淡，实则重情重义，他怎么可能弃颜淡性命于不顾，就这么离去？除非立刻调遣天兵随吾下界。是。黑子明明应该行刺，可颜淡在天元正北却行了跳。正北在五行当中意为水，黑子忌，可颜淡却选择了长，长在气郁中为救。起下落子，四子自上而下排开，至方位。颜淡被困之处，在天界下方更下方的水畔。唯有这叶往川，他必定在这里。
严旦，应渊，没事了。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们暂时安全了。我就知道你会找到我的，那3步错棋是我故意下的。我知道，你早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严旦了。如尊主那般傻。你的血脉本可让3界臣服，可偏偏为情所无。他是帝君应渊，不是修罗少主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他可以不要我，不要修罗所。但我不能不认他这个主人。还清，你这修罗族的叛徒，你不得好死！死到临头还妖言惑众，无乃3界之主。今日你修罗族主仆，理应死在吾手。主人，保重。任魂的名战，我记下了。应渊，你敢戏弄吾，这便是代价。世间能品胜局者慎重，但能品败局者万中无一。严旦，你已置身死局，但能以身破局，受教了。是你技不如人，你早该认输。今日，哪怕将叶望春夷为平地，我也要将严旦带走。你心里清楚，你我对战，你拦不住我。吾并没有想拦你啊，但是世事无两全。你若今日带走严旦，那野兰山协同众妖便要悉数毁灭。雨墨，你们的抵抗就是螳臂当车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抗争了。我们已经把野兰山围得跟铁桶一样，就算你用9旗之力侥幸逃脱，但你这些妖族同伴的命呢？想用野兰山来威胁严旦以及应渊，你未免也太过天真了。天火聚集，只要帝尊一声令下，这些小妖，还有他们心爱的家园，瞬间就会化为焦土。天条明令，禁止私行暗杀，哪怕是出兵问罪，也要师出有名。我野兰山何罪之有？野兰山众妖伙同应渊谋反，欲对天界不敬，
理应是死罪。应渊之罪，乃是你一人独断，天界不服，而如今你借此大开杀戒，只会令天界的仙官胆寒不耻。应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交出仙灵，吾便赦免耶兰山众族。你不是口口声声要行使帝君之责吗？今日便是你舍生取义的好时候啊！颜淡姑娘，你还是劝一劝吧。难道应渊的仙灵神力比你这群朋友的命更重要吗？应渊，不可！应渊，颜淡，山境因我毁了一次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再次蒙难。我不信你。仙灵给你之前，你要将山境还有叶望春的天兵尽数撤去，并且下旨3界，山境与天界永世不相犯，哪怕是青山崩塌、泉水倒流，亦不起刀割。立刻下旨，否则我亲手毁了他。你们以为撤去天兵就可以逃走了？现在左右没有耳目，正好用你们的命来试一试我的乾坤银。寸步不离。你居然敢！这一剑是替芷溪给你的，我颜淡言出必践，有仇必报。桓钦，我劝你冷静一些。不离所生死不疑，若施咒的人死了的话，刃魂剑将会永远插在你的胸口之上。既是天界众仙之中，起疑心的就不止我一个人了。我今日先杀了你，日后再慢慢对付这个莲花精。日后，恐怕你已经来不及了。帝尊，怎么了？火德已经将天钟搬到了叶望川与天界交界的北天门，说有要事禀报。我让他半个时辰之后来叶望川，本是想让他看看你滥用私刑、调兵谋私的铁证。不过这样的情形，他来了反而更好。我倒是要看看你要如何解释。去跟火德他们说，有任何事，明天凌霄殿奏禀。今日之事，吾会给众仙一个交代。火德已经将众仙全部请来了，说要是再不让他们进来，便要硬闯，以确保帝尊平安。现在看来，你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。我与应渊这边告辞。若是回到山境中，发现天旨已下，天兵已撤，一切安然无恙，你手中的不离所自然会撤去。走吧。帝尊，应渊这一走，无异于放虎归山。若颜淡言而无信，闭嘴！他们怎么都撤了？应渊和颜淡，他们不会？不可能！不管发生什么，他们两个一定不会认输。
既然天兵已经离去，你带众小妖先回山境，暂作休整。我去打探一下消息，若没有他们两人任何消息，我必将重返天界，殊死一搏。我们回来了。乾坤影未完全吸进仙灵之前，便被这剑击穿打断，起飞吸入的仙力全白费了。长剑洞穿仙身，与仙体损害极大。我即刻去请天医。现在火德在北天门，此时找天医，恐怕会节外生枝。我有半颗邯郸之心，这点小伤，不日便会痊愈。眼下最重要的是安抚众仙，堵住悠悠众口。回天。诸位仙家，有事上朝禀奏即可，堵在这北天门，成何体统啊？老元帅，你是九重天仙龄最长的，为何擅自动天钟？你该当何罪？先不论你触犯了什么天条，可如果伤到了身子，吾于心不忍呐。诸位仙家在此等候，皆因听到叶望川中异动频频。帝尊为何连夜带兵往返叶望川？仙神与妖族向来是互不相犯，太幽为何又带兵前往野兰山境？逆贼应渊协同妖女颜淡谋逆行刺，吾派兵追剿。太幽追其余党下界，有何不妥吗？不妥。依天条律令，但凡调兵，无论多少，必出公示以陈因果。若需调兵上万，需凌霄殿上众仙商议后方可行之，以示公正。万年来，天界皆无例外。应渊行刺事发突然，事急从权，怎可拘泥于天条？帝尊曾经说过，这天界兵力不是任何一神一仙的私兵，不得谋私独断，一动一静，皆是保卫三界安泰，是以才定此天条。帝尊难道您忘了吗？老元帅，你僭越了。你言下之意，帝尊身为三界之主，调兵遣将还需要由你来定夺。你几次三番忤逆帝尊之意，而你昨夜却私藏逆贼应渊，帝尊尚未问罪，你却跑来撞天钟，言语犯上，颠倒尊卑。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火德，你太放肆了！帝尊，天中之重，非波及三界，不得敲之。老夫自然是晓得。正因如此，今日这天钟，我是非敲不可。帝尊，火德生性骄横，脾气火爆。至于帝尊对老夫的种种宽纵，那是因为创世之战，老夫在战场之上替帝尊挡下致命一掌，对帝尊是有救命之恩，帝尊这才对我加以礼遇。当年帝尊赐老夫免责天书，
这些年，容老夫言行无状，恕火德傲慢失礼。火德并非无感激之心，这些年多次冒死直言，为的就是时时刻刻提醒帝尊您不要忘记这来之不易的三界太平。今日，老夫以昔日之恩，求帝尊给应渊君一个公道。自应渊君任清离帝君以来，所行善举，所施善政，为天界九死一生，众仙有目共睹。陆景任偃虚天宫仙事8351年，帝君兢兢业业，从无私心。陆景愿以命为誓，帝君绝无谋逆的可能。小的赵灵代表仙兵营4大军团21精英队，斗胆向帝尊启奏，我等都曾受帝君指挥管辖，他若真有异心，天界早已不复如今，还请帝尊明断。你们以为吾愿意相信应渊无逆吗？吾也不愿意相信，但是他行刺之事证据确凿，无从抵赖。虽然吾念及应渊之才，疼惜爱惜，但是天条不可违，吾必按律处置。天界使节陶子期早已毙命，如今在大殿之上亲口指认，疑点重重，并无确凿实证。然而是应渊君所说的9曜连珠。当时3大帝君毙命，老夫在现场亲见此星象，事关仙魔大战，3大帝君和数万将士之死，怎可轻断？恳请帝尊重审此案，公示3界，以安民心。请帝尊重审此案，公示3界，以安民心。你们，帝尊，你们，你醒了？你怎么来了？你刚刚泡过温泉，我想过来看看你的伤势如何了，好点了吗？于墨呢？天兵为镜，众妖受伤的受伤，惶恐的惶恐，于墨正在安抚小妖呢。等他忙完，便会过来跟我们会合。是我连累了叶兰山。别这么说，于墨已经把你当成朋友了，而且此事事关重大，哪有什么连累一说？再说了，你为了山境自毁了仙灵，众妖们得知此事以后都十分感动。这是我刚刚熬好的，趁热赶紧喝了吧。这是你用真参花瓣做的汤。对啊，可是我熬都熬了，你要是不喝的话，岂不是浪费了？燕丹，那天无论你再怎么否认，我已经知道你的心意。如果应渊，你我都知道，挡在我们之间的并不是爱与不爱的问题。如今帝尊已经不在了，你是天界唯一的上神，你是帝君，天庭的责任你不得不顾。天条在上，我不想让你在我和苍生之间做一个选择。而我也有我想要保护的人。我明白，曾经的伤害无法轻易磨平，
所以你会害怕，会想逃避。但是燕丹，往事已经无法回溯。待到肃清间歇，一切尘埃落定之后，我就不做这个帝君了。以往的经历告诉我，只要不提前期望，就不会失望。我们之间，若是能在一起，自然很好；若是不能，你也无需自责。沉香虽已成谢，余香仍绕梁。我从来没有后悔认识过你。好了，快点把这个喝掉吧，要不然该凉了。我虽然失去了仙灵，损失了大半仙力，但我已用地质护住了自己的心脉。再过半日，便能修出灵源，将外溢的仙力锁住。最近事态紧迫，许多事都没有来得及处理。桓钦此次吃了大亏，他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接下来，我们更需要万事谨慎。桓钦此人，性格顽固偏执，却极其注重颜面。如今他以天帝的身份，扳指与耶兰山众妖永不相犯。我想近期内他不会出尔反尔。如今大家都在明面上，我们必须在他出阴招之前揭露他的假面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定然会下令严查天庭要阁。但是就算找到了柳微阳，也没有机会揭穿他的傀儡术。有一处仙阁里倒是有我的老熟人，这个仙阁平日里无人在意，但却有在众仙面前露脸的机会。待你们伤势痊愈，灵元修成，我们便可以行动了。好。他们一个也跑不了。陶姐姐，看到我无恙是不是非常的失望？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了吗？你到底在隐瞒什么？或者你的苦衷到底是什么？人没法盛下每一份情，道尽每一份恩。为了心中所求，总会留下遗恨。燕丹，对不起。为什么颜丹一回来，他就要寻死？颜丹安然归来，代表着桓钦的计划落空。说不定他会以为在天上，桓钦杀了柳微阳，才会如此心灰意冷。就算为了柳微阳的一魂一魄，如此糟践自己的性命也是不值得的。他脖子后面有一个新的伤疤，看这个痕迹，好像有人想要抹掉什么。
这是魔族的比邻诀，种在人身上，哪怕远隔天涯，也会知道对方在哪里。施法之人用情很深，印记深刻入骨，就算摧毁表面，也无法消除。能会，并且能在他身上中此诀的人，除了柳微阳，别无他人了。看来柳微阳是不想再次失去他。这比邻诀可以反向追寻施法者的所在吗？跟着他，就能找到柳微阳了。若桓清发现此印记，阻止我们寻找柳微阳的话，那陶子细为何从没提过此事，还整日口口声声说要救他？他所有的思念都寄托在这支簪上，可倘若这支簪跟柳微阳无关呢？这支簪子未免太显眼了。一直让我们找不到柳微阳的人，果然是他。多谢小乔。子期，你们把子期也救了，大恩不言谢。今后若有所需，我必奉陪。子期，子期，雪香，太好了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这事情的真相，是由我们来告诉柳微阳，还是你自己说？雪香，我犯下了大错，天帝以你的性命做威胁，我不敢拒绝。子期，你不要自责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也是为了我。对不起，子期是我的妻子，她犯的错，由我一个人来承担。你们要杀要剐，我听凭处置。他不止做了这些，还让严旦落入险境，就连比邻诀的印记也差点被他毁去。雪香，天帝说，倘若我不听他的，不等他们寻到你，你便是一具尸体。我没有办法，只能对他言听计从。那时在神霄宫的时候，我跟于墨便看到你向外传信，你以祭奠借口糊弄过去了。而后，天庭的人都以为应渊帝君已经去世了。但在不久之后，便有人前来抢夺神器。知道应渊君身份的人，还有知道神器之事的人，除了我们几个之外，便只有你了。一步踏错，连我对你的真心都被人拿来质疑。重回人间之后，我日夜挣扎于回馈之中，最后选择放下一切与你成亲。看来到底是错了。于天界我是罪人，
于朋友我是叛徒，谁也不相信我。雪香，连你也质疑我吗？子期！为什么要救我？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，不如让我以死偿还这一切。子期，我相信你，这一切都是天帝逼你做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，这样就再也没人敢威胁你了。柳微阳，他已投靠天帝，怎能再信他？他最珍视的是天庭御赐的紫焰簪，哎，他的真心你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吗？只要是子期说的话，我都相信。你们的所有计划，我都会全力配合。但也希望你们能相信我的妻子，我一定会向你们证明，子期是无辜的。我们离开南海之后，赵兰就被软禁了，桓钦剥夺了他统领四海的权利。不过还好，我们及时找到了柳微阳，赶在桓钦赶尽杀绝之前开始行动。可如今桓钦吸收了众多仙灵，实力深不可测，而且此人极善伪装，我们至今都不知道他的真性情是什么，更没有办法预估他将如何还击。不知道我们的计划是否能够一击命中。从前我一直佩服他御下有方，下属都对他忠心耿耿。原来他最擅长的就是伪装自己，总能恰到好处地收买人心。陶泽器之前曾在他统领的天机阁之中任差，所以现在有可能仍效忠于他。无论如何，明日发生任何情况，我们都要做最坏的打算。颜淡，颜淡，啊，你说，颜淡，你饿不饿？我就知道我的主公不会让年轻饿肚子的。明日之事凶险万分，如愿酒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今夜我们大家不醉不归。来，来。这个呢，是我亲手制作的平安符。我征战数万年，上阵之前无牵无挂。拿着，我们3个人明天一定会平安归来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高高在上的帝君吗？这么有人情味儿，还会提前准备礼物。不过我看这个礼物倒是小气了一些，1块朽木，不能吃不能喝的，没意思。哎，你可说错了，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朽木，这是古神座下的沙罗树。这块木头可如9重天上的神器一般，如此贵重的礼物，我怎么好意思收呢？你这叫不好意思啊？我看你收的挺快的嘛。这叫礼尚往来，我也有礼物送给你。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宵夜，这是我自己整理的食谱秘籍，你可别小瞧它。这上面都是颜淡最喜欢的食物，3界只此一本，比你那个礼物如何？拿来拿来。云墨，明日谁都不许乱来，我们3个人都要好好的。来，
今日设宴，是为诸仙家解忧。吾知道，最近九重天多有耳识之言，众位仙家的心结，在于逆贼应渊。帝孙，应渊君的罪名未能查清，如若他有冤屈呢？这应渊胆大包天，连刺杀帝尊的事儿都能干得出来，能有什么冤屈？吾知道，众位仙家当中有很多人像火德月瑶一样，被应渊的伪装蛊惑。吾答应诸位，定会全力追剿应渊，还九重天一份安宁。你不是要揭露真相吗？为何都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？逆贼自投罗网，倒是省了吾的事了。玄香，你既用傀儡术蒙骗三界，我们亦可用此术来揭穿你的假面。基督星君，基督星君。众卿莫慌，魔族善使诡计，玄香将吾变成还清的模样，就是为了与应渊配合，离间我等君臣。这也是你的诡计吗？这是基督星君的腰中剑，难道他真的是还清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真正的帝尊现在在何处？诸位，帝尊已被还清所杀，他的仙身便在神官林中。诸位不信，可以亲自去查。众仙皆知，帝尊昔年曾经割肉喂鹰，留下了心月疤痕。还清，你可敢退一验身？你不敢验身，便是心中有鬼。我们竟被一个赝品诓骗了这么多年。你所做的一切，是因为帝尊当初未赐你帝君之位，所以才怀恨在心。我为天庭九死一生，他却用区区一块百炼钢就把我给打发了。我把这百炼钢做成腰中剑，藏于腰内，就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，不忘昨日之耻。修罗族的大祭司灵江，已将你的所作所为和盘托出。作为细作，他这么对你，没错。原来他真的是基督星君，我们竟被骗了这么多年。玄烨身怀蓬勃神力，却为一个女人而死。我为何要向这样的废物尽忠？我为天帝扫平我的母族，天帝却宁愿封一个有玄烨血脉的人为帝君，也看不见换了一身干净血脉的我。干净与否，不在于血脉，而在于内心。哼。那时我还不知道你是玄烨和冉青的儿子，原来我效忠来效忠去，都是在替你打天下。我拼尽全力才得到的万一，而你只要一亮身份，便有人为你奉上至尊之位，何其可笑，何其不公！帝君之责是守护三界和平，而你心中只有权力。追求权力有什么错？世事如局，苍生坐骑，
我不要再做棋子，而是要站在这巅峰之上，做执子之人。我要用我这双曾经为天界断过的手，亲手建立一个公正开放的新天道。公正的天道，从不建立在说谎还有罪恶上。过去你我并肩作战的兄弟情，究竟是真是假？我虽然恨天地不公，却从未恨过你。不然仙魔大战便不会单单放过你的仙灵，甚至故意置你目盲，送你离开战场。我本已得到天地之位，本不愿再生是非。若不是你非要调查仙魔大战疑点，逼我出手，哪怕就是为了这只手，我也不会伤你分毫。就算桓钦真的狼子野心，但就凭他一己之力，怎么可能杀得了3位帝君和帝尊呢？因为他有几位好帮手，首先是出使魔界的使者陶子气，邪神不喜干戈，正是因为他的出现，让仙魔大战变成可能。当年仙魔大战，是硕华用傀儡术假扮我而挑起，与他勾结的人就是你。你的傀儡术也是他所授，只可惜他最终被你利用，以我的身份死在了战场上。昔日的东海龙王，也是你的人。你为了让他坐上龙尊之位，不惜灭我九岐一族，而九岐一直以来对你们是忠心耿耿，从不参与纷争。我师父北冥仙君，也是闲云野鹤之人，而你却把他的忠心当成你的棋子。不错，以吾的身份，诸多事情不便亲自前去。九岐对天地忠心耿耿，而吾是需要一个对吾唯命是从的水族之首。哼，于墨，你可知道九岐一族是如何惨死的？吾派他们去对抗修罗大军，待他们死战多日，然后再派龙族过去，假装遇伏求助，骗得回鹘。待到他们一入山谷，便被杀个干干净净。如此雕虫小技，他们能信，并非你足够深谋远虑，而是他们秉性善良，一腔孤勇。桓钦，不必太过自负，我早晚杀了你。心慈手软、轻信他人，本就不配活在这战场上。九岐如此，3帝君亦如此。吾都没想到取他们性命会如此容易啊。不过有一个人，倒是让我费了不少周折。天帝是唯一一个提前识破我伪装的人。可惜呀，去见他之前，我已吸收了3大帝君的全部仙力。桓钦！
缓期。为何他的仙身无法销毁？既然不能泯灭你的仙身，那你就用我的身份，永远躺在这神官林中吧。把践踏过我的人踩在脚下的感觉真是痛快。杀了还清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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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日，所有无辜牺牲者的公道，我们将一并讨还。就凭你们也想杀我？不自量力！应渊，你的棺木不会派人打造的精致一些？不自量力，狂妄自大。你以为你掌握了一切吗？火德元帅，帝尊已将你禁足，私自带兵乃谋逆重罪，你最好让开，莫让我伤了这些无辜天兵的性命。有我在，你们休想踏入瑶池半步。老夫正是从神官林而来，还亲弑君，篡位之罪已昭然若揭。太幽，到了此时，你还要继续助纣为虐吗？当初既然做出了选择，就没想过回头。火德，你今天非要寻死，我成全你。应元君，剩下的交给你了。邪不压正，火德元帅宝刀未老，已经拿下了太幽与你的亲兵。就算没有他们，无意一样不会败。谢谢朱清让吾饱食一顿。
该是吾回馈给朱清的时候。吾一日为帝，终生是这三界之主。待吾除掉了应渊等人，必会解了这乾坤隐之封。到时，归顺吾者，升仙阶赐仙力；违逆吾者，即刻受死。众卿家好好想想。众将听命，当守武功骑兵之力，护卫诛仙。是。桓清，天界不是你的天界，天道自在人心。是吗？桓清，你是不是觉得三池、风柱、晨光同时一寒？严旦提出，将冰魄寒蝉注入众人仙灵之中，付出这般代价，皆是为了你。我们如此有耐心地听你回忆往昔，亦不是白等。别人的东西不能抢，你以为你吸收的是仙力，其实你吸收的是寒毒。你们以为这区区寒毒就能伤得了我吗？桓清，你屠我97一族，杀我师父，又残害南海，你的命百死不足以偿还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即便是弱小的汉旦之花也会反击，你休想一手遮天！窒息竟然服用了散灵丹。散灵丹至阴至寒，唯有魔像的地火才能消解。玄香，连你也质疑我吗？
原来你早就知道他服用了散灵丹，你自杀是假，用仙灵成地火，为的就是可以解开他身上散灵丹的毒。原来你心上之人，从来不是柳微阳，而一直都是他。子期，你为了他，竟然做到如此地步。难道我们的相知、相遇，都是你跟他设计好的？这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！我不相信！创世之战后，你便将他收入了天机阁。原来你做的这一切，早就已经开始布局了。无欲则无求，无求之人，如何守护这三界众生？我与小气想创造的，才是最好的天界。